哎，这不是下个月就圣诞节了吗？哎呀妈，每年圣诞节我老公他家节目老多了。首先就是这母子俩肯定得因为机票的事讲价。我老公当年吧，从挺小的时候就开始打工，攒了点钱，准备当大学学费。后来呢，这钱就让他妈给扣下了，没给他。从那以后，我婆婆一想他儿子，让他儿子回去看他，我老公就让他买机票，还跟他妈说：“我这故意的，定居的地方离你远，机票得在8000块钱以上，我怕要不然你扣下我那些钱，你都花不完。”但是这2年吧，说实话，我发现我婆婆也真是就慢慢渐老了，就开始特别盼孩子。完，我这俩小姑子呢，就不是特别喜欢人类。其中我老公这个大妹妹哈，咱说也应该算是一个闭眼金发的小美女吧。那当年坐胎长脸的时候，肯定咱说也是手背后脚跟齐长的，但是她就是不处对象。我有一次就问过她，我说你的初恋是谁？她还叽里哇啦回答一堆，我都没听明白。回去之后一查，夜里服假面。我说你咋认识的夜里服假面呢？他说是在海洋馆认识的。这夜里服呢也是他给对方起的昵称。后来我才整明白，这夜里服其实是海豚。反正我这小姑子呢爱看动画片，然后她是学生物的，每年夏天暑假她都在海洋馆实习。反正就是千言万语吧，就很复杂，很复杂，越朦胧巧朦胧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夜里服的假，服假面的面。总之有一段海洋豚之恋。好不容易终于等到他儿子结婚了，生孩子了，你说他这个心情，你想象一下，多么的就是 desperate。 我这回回来发现周围所有人都标单词，那我也标，谁标过谁呀？就是很 desperate。 所以我婆婆就年年劝我们圣诞节回加拿大，然后他这儿子呢就年年跟他妈讲价。完圣诞节在他家过也全是节目。你知道他们的习俗本来是这个平安夜，你把礼物都打包好，放到这个树底下，圣诞树底下，然后圣诞节的早上呢，大家都来到圣诞树下，把亲人给你写上你的名的礼物一一打开，然后看大家都给你买了什么，就找这种 surprise 的感觉嘛。我呢也是开了眼界了，就我第一年去他家过圣诞节哈，我给他家每个人都准备了小礼物，都包好了。结果圣诞节早上我开礼物的时候呢，每个人送我的都是一幅画。咋回事呢？就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呢是 Boxing Day， 就 Boxing Day 呢就是全国打折打的最狠的一天。我婆婆呢就接受不了说在那一天之前先买礼物，所以他家人就都画完。第二天呢他们再一起去抢购补这个他们画下来的礼物。完圣诞节那天我看我老公打开他妈送的这礼物，就这幅画的时候呢，上边画对腰子，左上角还写个6。我寻思这什么6腰子？我当时我挺质疑，那腰子不会溜，骚气飘飘飘啊！就这么难度系数这么大的菜，他敢挑战吗？对了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6双袜子。完，我收的那幅画呢，我一打开，哎呀，就是我小姑子亲手执笔，不愧是夜里服假面的女人，画的好啊！就是一瓶好酒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哎呀，画的好，就是酒花四射，你知道不？就是理智被灌醉，自律崩稀碎那种视觉效果，哎呀，特别爽，看起来。完，我一看画的酒瓶上写个 tequila 龙舌兰，那我爱闷倒驴的野蛮，也爱龙舌兰的兰，那我多洋气啊！就给我乐够呛。结果第二天收个平起子。目前为止我收着的我婆婆送我的最昂贵的礼物，就唯一一个超过$10的，就是一套毛巾。但这几年有孩子以后时间紧，就啥玩意儿都用洗衣机搅，现在那套毛巾就是又硬又拉人，就可以直接给我脱毛。但是我的老朋友最生活毛巾就不会这样子，不管怎么洗都是那么的蓬松柔软，不掉毛，因为它采用的是珍贵的新疆阿玛提长绒棉。关键吧，现在有很多毛巾的售卖方式就是有点水性杨花，往外那么一撂，你说没能咋地呢，先接2两灰。最少我这个都是独立密封包装，即拆即用，而且不添加任何柔顺剂，3秒吸水，干的也快，还有高分子抗菌材料，家用外出卫生又方便。我现在是已经住了1个半月宾馆的人，一直是醉生活擦拭着我潮湿的心。我最近对东北优秀的中老年女性进行了深刻的洞察，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妈妈有没有以下症状。首先第一点，你们的妈妈拿不拿宾馆牙刷？在这个领域，我妈在大中华地区肯定是拿过锦旗。酒店用品一把抓，横扫宾馆小牙刷，年过60伸手节，掏空一次性拖鞋。我前段时间不住酒店吗？我妈来看我，有一天我给前台打电话，我跟酒店说我要2副牙刷。酒店前台说对不起张女士，我们酒店客房的上限就是每个房间2个人，一天提供4套牙具，而你们房间的黄女士今天已经拿走9套牙刷、8套拖鞋了，我们实在是不方便再提供了呢。
我当时真是特别尴尬，我赶紧跟人解释，我说呀，黄女士这2年确实是说60嘴顺嘛，就是一出门就长牙，现在70多颗了，很费牙刷，你理解一下。我就不懂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给你买的好几百块钱电动牙刷你不用，你划了这一次性牙刷干啥呀？家里好几百个。我妈说我刷狗，但是常在江边走，哪能不湿鞋对不？我妈也正插屁股。我刚生完孩子那天在宾馆，发现我忘带牙具了，没法洗漱。我妈得意而傲娇的看了我一眼，从她包里翻出来一个一次性牙刷，上边还写着宾馆的名字绿百合。紧接着她又得意的翻出了一管小牙膏，然后就开始往那牙刷上挤，但就啥也挤不出来。我说我来吧妈，我妈说你产后虚弱，你挤不出来。然后我就看她使劲搁那挤呀挤呀，就不出来，最后脑袋出汗了，最后好不容易挤出来一点，还是黑的。我说妈，这牙膏咋这色呢？我妈说那酒店好呗，竹炭的。我听着我就感觉绿百合也不像是能提供竹炭牙膏档次的酒店呢，咋的不也得是个就紫竹园啥的吗？后来我看挤得太费劲了，我说别挤了，够了，就往嘴里一放，气味刺鼻熏天，口感极度黏腻。后来我一看才整明白，这个牙刷呢是绿百合酒店的牙刷，这个牙膏呢是我住的酒店的鞋油。我妈肯定是拿人家这9双拖鞋的时候，想给人家这一次性拖鞋做个 SPA。第二个特点，天可塌命可毁，必找东西河南北。来北京陪我那些天，真是天天你带他游山，他找北；你带他玩水，他找北；带他享受摁个腿，他要先找哪是北。你问他峥嵘青春怎无悔，他说先找到北，找到北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就是他们对这个东南西北依赖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有一天我妈跟我唠嗑说，哎呀妈，看你一天可辛苦了，妈看你我上火牙都疼。我说你哪颗牙疼？我妈说我不去年拔了一颗牙吗？我说是啊。我妈说你就那颗牙东边那颗，东边那颗。最后一个特点呢，就是逼人吃饭。他主要不是光逼你吃饭，他把你当傻子。有一次我点外卖，一份外卖饺子15个，我吃了12个，还剩3个的时候，我去接了个电话，结果回来的时候盒里又变回剩10个饺子了。我说这个外卖这个粉色盒好哎，长饺子。我妈说你刚才就吃了5个，你还得吃。我说妈，你刚才往里加这个饺子的色儿不一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而且我一下桌就给我加糖，那一碗又一碗，我再也不想喝汤了。在这种高压的喝汤节奏下，我觉得我也说了，奶水也就那么回事，主要是营养都从我脸上出来了。我每天早上现在脸上的油就可以用勺刮，足够油焖个尖椒啥的。就你们懂，一脸的油换一脸的哀愁，一脸的哀愁化为一鼻子的黑头，一鼻子黑头穿过你那200瓦的粉底液呀，搅黄了多少次小帅哥的回眸。我没办法了，结婚了只能远离红尘，你们要加油，毛孔大，几率小，转角的爱情不好找。所以呢，这个氨基酸泥我每周必来用一次。它用的是神奇的泥浆微粒来吸附油脂和黑头。为啥用这个泥浆呢？因为它是芋泥法。知识点啊，泥浆越细，清洁力就越强。这个泥浆细的像雾一样，能把皮肤里的脏东西都给薅出来。这里边有15种氨基酸，能快速渗透，给肌肤补水保湿，深层清洁，但是温和，没有刺痛感，不用担心上脸紧绷，就出现小时候被咱们的奶奶用劣质肥皂搓脸，就深层结大发了，给脸洗脆了，就嘴都不会张了那种感觉。用完之后，哎呀，感觉自己皮肤陷入了不了情，好像融化的冰激凌。很多孕妇、产妇啥的想做清洁，但是不放心成分，怕刺激。这个面膜温和无添加，没有致痘、致敏和孕妇不适用的成分，敏感肌也可以使用。这黑头刮的还挺解压。你们的母亲们是否也一边找着北，一边拿着牙刷呢？